吉吉用拐杖戳了戳光头强。光头强，你怎么会突然请我们吃烧烤呢？我们做了这么久的邻居，请你们吃一顿烧烤也是很正常的事，是吗？吉吉摸着自己的下巴。光头强，这里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够做的吗？吉吉居然主动向光头强要事情做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根本是难以想象的。光头强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吉吉看着光头强在笑，生气地说道：“本王好不容易主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好了，你去把熊大带来的水果和蘑菇拿去湖边洗一下。以后你要是再敢嘲笑本王，看我家毛毛怎么收拾你。”吉吉扭头向熊大摘来的水果和蘑菇走去，光头强便将烧烤架弄好，然后将木炭放了进去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熊大熊二在水中辗转腾挪，不一会儿在岸边就堆起了一大坨鱼。熊大熊二从水里面跳了出来，而熊二正巧在吉吉旁边。熊二蹦出来的水花把吉吉淋了个落汤鸡。吉吉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给吓得不轻，将蘑菇放在旁边。熊二，看你干的好事，本王辛辛苦苦洗的蘑菇全被泥巴给弄脏了。说着，吉吉拿起拐杖就向熊二追去。熊二立马向旁边的大树跑去，一边跑一边求饶道：“吉吉，俺不是故意的。”吉吉并没有听熊二的解释，硬是想要敲熊二一拐杖才肯罢休。熊大看着远去的二人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随即把被泥巴污染的蘑菇拿去旁边洗了起来。森林全体成员到齐来吃烧烤，并送上见面礼。光头强陪他们一直野炊到了夜晚。穿过这森林，哼着轻快的歌曲，看变化的四季。光头强轻轻地哼唱起了歌，远处打闹的吉吉和熊二也都停了下来。熊二跑到光头强的旁边问道：“光头强，你这是唱的什么歌呀？好好听呀！”对呀，光头强，你什么时候唱歌这么好听呢？经常练习，你就能把歌唱得很好听。这是我编写的一首歌，你要是还想听的话，我教你。熊大洗好了蘑菇也过来了，突然远处传来一道声音：“熊大熊二，我们来了。”只见从林间跑出来几道身影，首当其冲的便是抱着一堆香蕉的毛毛，其后一只松鼠抱着一堆坚果从树上跳了下来，一只猫头鹰抓着一箩筐水果从树林间飞了出来，一只地鼠从土里钻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几根大萝卜。蹦蹦、萝卜头、图图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光头强，这是我带来的。说着，蹦蹦将手中的坚果递给了光头强，萝卜头和图图也将自己带来的食材递给了光头强，并说道：“哎呀！”光头强笑着接过他们给的东西，转头便去做烧烤。你们带来的东西不是应该孝敬本王吗？怎么全给光头强呢？吉吉，这是跟你有关系吗？是光头强请我们吃东西，又不是你。毛毛，给我惩罚一下这个不尊重本王的蹦蹦。吉吉国王，这怕是不太好吧？吉吉，别闹了，把东西弄好，俺们就要开始烧烤了，你还想不想吃了？既然熊大都这么说了，这次就放过蹦蹦。毛毛在，把香蕉给光头强。光头强早已烤起了食材，熊大把水果摆在摊布上，静静地等待着光头强的烧烤。随着光头强不断地翻动着食材，烤鸡翅、烤羊肉串、烤猪肉串、蜂蜜烤鱼和烤蘑菇一一被端上了摊布。熊二早已被勾引得口水直流，一直想伸手拿一串烤好的蜂蜜烤鱼吃。一旁的吉吉也按耐不住自己的食欲，熊大将两人死死地看住，谨防他们偷吃。熊大，俺就只吃一口，真就那么一小口，行不行吗？你看蹦蹦他们不一样没吃，难道他们就不馋吗？蹦蹦三人咽了咽喉咙里面的口水。你们坚持吧，我这里正烤着的，你们不用等我。熊大，你看光头强都这么说了，俺们就先吃吧。一旁的吉吉直接就动手了，看着正在大口左移的吉吉，熊二立刻就急了眼。大家伙开始吃吧。熊二立刻拉起来2条烤鱼吃了起来。蹦蹦他们比较斯文，拿起1条烤鱼慢慢的吃了起来。毛毛是边吃边照顾吉吉。熊大也拿起2条烤鱼和2瓶饮料，向着光头强那里走去。光头强，给你。熊大将1条烤好的蜂蜜烤鱼递给了光头强，再把开好的可乐也递给了他。谢谢你，熊大。光头强也吃了起来。另一边，熊二和吉吉为了食物已经开始争执了起来。
双方拿着餐布上最后一条烤鱼不放。熊二，你已经吃了7条烤鱼了，本王才吃4条呢，这条鱼应该是本王的。这条鱼是俺先拿到的。毛毛，快给本王想想办法。毛毛跑到了熊二的旁边，将手伸向了熊二的胳肢窝，挠了起来。熊二忍受不住胳肢窝的瘙痒，鱼一下子就被吉吉拿走了。看鱼到手了的吉吉立马跑到了一棵树上享用了起来。毛毛拿着几个水果和一瓶饮料也跑到了树上。熊二立刻跑到了那棵树下。吉吉太卑鄙了，竟然让毛毛来戏弄俺，给俺下来，俺要给你点颜色瞧瞧。吉吉一边吃鱼一边对着树下的熊二做着鬼脸。熊二见状也不自讨没趣，回到了餐布上继续吃着其他的食物。光头强将剩下的食物全部烤好，熊大全部端了过来，笑着说道：好了，熊二，这里还有呢。吉吉看着熊大端过来的食物，立刻被吸引了目光，带着毛毛就下了树。熊二虽然有一些不满，但并没有为难吉吉和毛毛。光头强也终于加入了进来，一行人坐在了一起，开始了这场美妙的野炊。光头强和这些动物们一起吃到了夜晚。由于喝多了酒水，蹦蹦、萝卜头、图图、吉吉和毛毛已经睡了过去。光头强、熊大和熊二3人依偎在一起，看着天上的繁星，不禁又唱起了刚才教过的歌。光头强，要是你以后不砍树就好了，我们一起像这样玩乐多好啊！松树苗到货嫌种树太慢的光头强在系统上再次抽奖，没想到抽到快速催生剂。清晨清脆的鸟鸣声将光头强惊醒。阿提，光头强打了个喷嚏，抬头望向周围，一行人都在这里睡着了，自己也正趴在熊二的肚子上睡。伸了个懒腰之后，光头强从熊二的肚子上下来，准备将周围脏乱的环境打扫一下。光头强的动静虽然不大，但还是将熊大给惊醒了。看着光头强正在打扫卫生，自己也加入进去。两人默契的边哼着歌边打扫，将昨晚的垃圾全部都打包好后，放在了光头强的车上。将周围一切收拾完毕之后，熊大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，下回再见。熊大点了点头。光头强再见。光头强开着皮卡车离开了，熊大在后边挥着手送别光头强。光头强很快回到了家中，但是路上还是时不时的打着喷嚏，这让光头强不免陷入了疑惑。自己这20点体质难道是假的吗？在野外睡一晚上就着凉了，应该是我的鼻子有点哑。将车上的垃圾放到垃圾站去，便回家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。光头强看着电视里面的闹剧，不禁笑出了声。光头强又换台看其他频道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阵喇叭声。光头强知道自己的松树苗已经送来了，立刻关上电视向门外走去。一辆卡车出现在光头强的院子面前，一个面色沧桑的中年男人从驾驶室下来，拿出一张单子，对着光头强说道：你就是光头强先生吧？你要的货到了，请你接收。光头强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走到卡车的后面，将门打开，里面陈列了100棵松树苗。光头强将松树苗卸了下来，将卡车司机送走之后，光头强把树苗分批搬到自己的皮卡车上，开着车向不远的空地。临近深夜，光头强终于将这100棵树苗种好，看着系统里躺着的110积分，身上的疲劳感觉消散了。这种树也太累了吧，这一棵一棵的种下去，得要多少时间才能够进行一次高级抽奖？光头强想到，如果别人帮自己种树，那么他种的树算不算自己种的？光头强回到家中洗了个澡，躺在炕上打开了系统面板，看着需要500积分才能抽取的属性点，光头强现在也只能望洋兴叹。先来2次低级抽奖，看看能取什么东西。光头强便点了2下低级抽奖，随着一道耀眼的白光闪出，面板上蹦出来2个东西，一个是1000块钱，另一个是一瓶药液。没想到低级抽奖抽出钱的概率这么高，果然是强哥我太帅了，系统都在眷顾我。收好这1000块钱之后，光头强看向了另一个奖品，关于药液的介绍浮现在光头强的眼前。这瓶药液叫做催生剂，是一件科技产品，具有加快农作物生长速度的功效。使用方法是取出1滴催生剂对着10升水，对1次购2亩地使用，切记一定要将其稀释后才可使用在农作物身上。备注：
由此种药业种植出来的农作物，除了安全、健康、美观之外，口感方面会得到巨大的提升。看着手上这瓶50毫升催生剂，光头强心生一计。果真如系统所描述的，种出来的菜非常好吃的话，在没有找到新工作之前，自己可以先种菜拿到镇里面去卖。只要打着狗熊林大森林里面取材，纯天然无污染的口号，加上本身的口感，肯定能够赚到不少的钱。赚钱的计划就有了，不过还需要帮手。于是光头强将主意打到了熊大熊二身上。身强力壮的两头熊不仅可以帮自己种树，还能帮自己开垦荒地，简直就是最佳小能手啊！只要事后给他们足够多的好吃的，就能够轻松的摆平。想到这儿，光头强也息了做打工人的想法，与其给别人累死累活的打工，不如自己做老板。只要卖菜的路子真的可以，那么以后自己就能躺着赚钱。野外睡了一晚上的强哥生病了，以为要大结局时，两头熊刚好救了强哥。熊二起床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在睡。蜂蜜，你别跑，快给俺站住！俺会好好对你的。蜂蜜，俺终于抓住你了。熊二抱住了熊大的胳膊，突然熊二张开了嘴巴，向熊大的胳膊咬去。熊大一个没注意，就被咬了一口，另一个胳膊朝着熊二的脑袋就是一个大逼兜。被大逼兜敲醒的熊二看着自己正咬着熊大的手，立马松开了嘴。熊大怎么能把你的臭爪子伸到俺的嘴里呢？太恶心了！什么叫俺把爪子伸到你的嘴里？明明是你对着俺的手咬了一口，还恶人先告状了。熊大伸手用力揪住熊二的耳朵，将他扯出了洞外。等等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不好，封印要解除了。熊大，对不起，俺不是故意的。你一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就不能早起一天吗？俺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，俺们快去找吃的吧，俺要吃昨天的烤鱼。俺们没有光头强的烤架和佐料，很难烤出昨天的味道。那俺们去找光头强借工具怎么样？俺们也可以顺便请光头强吃一顿烧烤。俺觉得可行，毕竟昨天俺们吃了光头强不少的东西。不一会儿，熊大熊二到了光头强的院子里。光头强，俺们来看你了。光头强可能不在家，俺们先走吧，等一会儿再来。正准备带着熊二离开，结果一看熊二已经翻过了栅栏，往光头强屋里走去。熊大此时也无语住了，只得跟着熊二往里面走。熊二来到屋子的大门前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熊二，咱们怎么能够乱进别人的院子？要是弄坏了东西，你赔得起吗？知道了，熊大，反正俺们已经到这了，不如进去看看，找到烧烤架后留下纸条就走，怎么样？行吧，但是别弄坏别人东西。见走正门不能进去，熊二带着熊大娴熟地走到卧室的窗口，准备从这里爬进去，发现有人躺在炕上。熊大，光头强好像在家躺平了，根本没有走。刚才那么大的声音，怎么光头强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糟了，光头强可能出事了，快进去看看。熊二准备翻进光头强的卧室，不过身子被卡住了。熊大，帮帮俺，俺卡住了。叫你平常多锻炼，现在可好，给我卡住了。熊大对着熊二的屁股用力一踹，熊二一下子就滚了进去。熊大进了屋子，立马掀开被子，发现光头强蜷缩成一团，不停的抖动，将熊爪放在光头强的额头上，爪子被烫的收了回来。糟了，光头强发烧了，而且烧得不轻。熊二立刻跑到光头强的面前，将自己的熊爪也放了上去。哎呦，怎么这么烫脸？俺们得想点办法，不能让光头强这样烧下去，不然就大结局了。那俺们怎么做？你快去打一盆热水过来，给光头强敷一下额头降降温，等体温降了再用冷毛巾敷。哦，知道了。熊二立急忙跑到厕所里面去拿盆和毛巾，再跑到厨房里面接了一盆热水。熊大则在卧室里面不停翻找着有用的东西，翻遍光头强的家里也没有找到退烧用的药品。熊大只能去森林里面找一些草药。熊二，俺去森林里面找治病的草药，你先在这里照顾一下他。知道了，熊大，你放心走吧。熊大立刻就跑去森林里面。熊二看着熊大远去的背影，立刻又走到厨房里面。熊大急急忙忙的在森林里面东寻西找。柴胡，柴胡，柴胡在哪儿？快出来呀！突然在一个灌木丛旁边发现的一株绿色的草。嘿嘿，终于找到了，光头强你有救了。
此时，熊二已经将水端到光头强的床边，将帕子用水浸润之后，拧干敷到光头强的额头上。熊二突然听见门外急促的脚步声，熊二知道熊大回来了。熊大气喘吁吁的跑到门前，快去把这些药材放在锅里熬煮一会儿，熬出来的药汤喂给光头强喝下。知道了，熊大。熊二将草药放进锅里熬煮起来。熊大不断的给光头强敷上湿毛巾。不一会儿，熊二端着一碗黑色的药汤走了进来。熊大，药好了，不过这个药吃起来好苦啊。熊大接过熊二递过来的碗，用小勺子舀起一勺药汤，将其吹凉。良药苦口，再说了，谁叫你偷偷喝的？嘿嘿，俺只是有点好奇它的味道，所以就尝了一口。熊大将小勺子里面凉了的药汤喂到光头强的嘴里，紧接着又是第2勺、第3勺。喂完药之后，熊大给光头强盖上了被子之后，就离开了卧室。今儿可累死俺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一口饭都没吃到，俺都快饿死了。熊二，那俺们等一下就出去找吃的吧。两头熊的细心照顾，强哥身体恢复了。然而仓库内2位神秘人盯上了强哥的无敌电锯。俩头熊在客厅里面休息了半个小时之后，便前往森林里面捉鱼。熊大向湖泊方向走去，而头一直望着另一边。熊大，你在干什么咧？刚才在采草药的时候，俺听到了一声怪响。由于刚才情况比较紧急，而且怪响声离得很远，所以我并没有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怪响？难道有鬼怪？熊二全身被吓得抖了抖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相信那些鬼鬼神神的东西？可是熊二刚想说小时候遇见了一个很奇特的生物，但是跟熊大说了很多遍也不相信。不过那块突然出现的石头一直都困惑着熊二，究竟是妈妈在睡觉的时候塞给他的，还是自己在某些地方捡着的？可是什么？没什么。算了，反正怪响声离得很远，等以后怪响声又一次出现的时候再去看看。两头熊走到了湖泊边上，看着湖里的鱼群，熊二跑跳进了湖中，熊大也紧跟着跳了进去。两头熊先在湖里大快朵颐了一番，让肚子填饱后，每一头熊又抓了10几条鱼，抱着这些鱼，两熊高兴地往光头强的家里走去。傍晚，一股浓郁的鱼汤香味从光头强的家中飘了出来。熊大，快给俺喝一口吗？熊二抱着熊大的胳膊，嘴不自觉地往熊大手里的勺子伸去。熊大用左手将熊二的脸撑开。你不是刚吃了10几条烤鱼吗？真是个饭桶，这是给光头强熬的鱼汤，没你的份儿。那点鱼哪够俺吃啊？说着，熊二伸手去抢熊大手里的勺子。熊大见状，一脚将熊二踢开，端着手里的汤，立马跑进了卧室。熊大，给我喝一口吗？熊大坐在光头强的床边，左手抬起光头强的头，右手舀起一勺鱼汤，用嘴将其吹凉，送到光头强的嘴边喝了进去。一碗鱼汤很快就见底了，一旁的熊二也只能干着急，看着熊大把光头强放在了床上，熊二立马将碗拿了过来，伸出舌头在里面舔了又舔，香，太香了。熊二将碗舔得干干净净。熊二，熊就该有个熊样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嘿嘿，都怪这鱼汤太好喝了，俺忍不住。熊大转头望向了光头强，再次用熊爪测量了一下光头强额头的温度，感觉已经不那么烫了。忙活了一天的熊大熊二也趴在光头强的床边睡着了。蜂蜜，俺的蜂蜜。光头强被脸上的失意惊醒，睁开眼看见一个大舌头出现在自己的视野当中，吓得一拳推了出去。哎呦，光头强，你醒了，现在你感觉自己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头还有一点晕。熊大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你发烧了，要不是俺们，你可能现在都还醒不来。结果今天早上你还打我一拳，太过分了！哈哈，什么？对不起，熊二，刚才是我的错。光头强对系统产生了质疑：20点的体质，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感冒？难道系统是假的？系统显示的属性数据遵循着公平，绝不可能会出错。既然20点体质是真的，那怎么会感冒呢？难道有什么外力影响吗？光头强，看来你现在恢复的还可以，那俺们就先回去了。这次麻烦你们了，那你们先回去吧。光头强，俺们能不能借一下你的烧烤架？当然可以了，烧烤架就在客厅的柜子里面，你自己拿去用吧。谢谢你，光头强。没事啊，说起来，我还要谢谢你们呢。
在我生病的时候来照顾我。那光头强，再见了。熊大，等等俺。光头强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头已经完全清醒了。20点体质让他的恢复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看着逐渐有活力的身体，光头强愈发好奇，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让20点体质的他生一场大病？昨天究竟在湖泊旁有什么奇特的东西？但只要还在这个森林里面，总有机会再碰到。此时，光头强的仓库内，2个黑衣人出现在一把锯子面前。这就是光头强的神锯吗？没想到这么早就获得了。人影伸手摸向锯子，突然手掌被划了一道伤口。看来是拿不走了，我们赶紧离开。现在没有武器傍身，遇到他就麻烦了。2个人影消失不见，仓库又恢复了平静。强哥想要在狗熊岭创业，叫上萝卜头帮忙。不料种植时种出了颗盐大水果，光头强已经完全恢复了，便跑到院子里面去晒太阳。光头强躺在椅子上思考昨天获得的催生剂到底该种什么东西好。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最炎热的夏季，种一些清凉解暑的大西瓜，岂不是要卖爆？说干就干，光头强坐上自己的改装车，便向熊大、熊二的家里驶去。熊大，这条鱼还有多久才烤好啊？就知道催，难道你催就能让鱼烤得快一点吗？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车声，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。光头强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的病好了吗？强哥，我是谁？这点小病怎么能难得到我？光头强，那你要吃吗？熊大拿出一个烤好了的烤鱼，递给光头强。熊二急眼了，他都没吃，就先给光头强。谢谢了，我这是来寻求你们帮助的。帮忙？帮什么忙啊？我已经辞职了，以后不会再砍树了。你真的不再砍树了？真的。光头强，太好了。那你要俺们帮什么忙啊？我现在没有了收入来源，没有钱我会活不下去，所以我想尝试着在狗熊岭创业。创业什么东西？好吃的吗？叫你一天多看点书，你不听，现在就像个傻瓜一样。俺傻也是被你打傻的。那俺们能帮上什么忙啊？我准备在狗熊岭种西瓜，然后拿到镇子里去卖，但是一个人从头开始忙不过来，所以想请你们帮忙。西瓜，好呀好呀，这个忙俺们帮了。熊大看着熊二答应了光头强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既然光头强不砍树了，熊大也答应了光头强。熊大熊二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俺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俺们已经当你是朋友了。对呢对呢。既然你要种东西，俺们可以去请教一下萝卜头，他的萝卜种的可好了。萝卜头的萝卜可好吃了，俺每回路过他家都会偷一根萝卜吃。熊二，你又偷别人东西了，俺不是说过熊就该有个熊样？那我先去小镇里面买西瓜种子，你们帮忙找一下萝卜头。光头强，你快去吧，萝卜头由我们来负责了。下午，熊大他们在光头强家里会合。光头强看着眼前的地鼠，萝卜头，力量7，地鼠极限5，体质6，地鼠极限5，速度5，地鼠极限5，精神力8，正常地鼠5，特殊能力绝地求生。备注：略有变异的地鼠，双爪极为坚硬。绝地求生，极其坚硬的爪子拥有着极强的挖掘能力，可以无视绝大多数障碍物，在土地里自由穿梭，且在遇到危机时触发求生之路。此时拥有着身体将会变得如同爪子一般坚硬，挖洞速度将达到1马赫，持续时间1分钟，冷却2年半。光头强，你想要种多少西瓜？先种10亩地看看。来的时候我已经看了你房子周围的土地，我们就在那里种吧。一行人立刻往旁边的空地走去。光头强与萝卜头开始规划田地，敲定具体结构后，萝卜头便钻下了土地，在地里面来回翻转，将土全部翻一遍。在天赋的加持下，萝卜头很快将10亩地都翻完了。光头强、熊大、熊二和萝卜头4个人各自分工，将西瓜种子种了下去。临近傍晚，所有的种子都种好了。现在都这么晚了，要不去我家吃个饭再回去吧？好啊好啊。光头强从冰箱里拿出汉堡、炸鸡、可乐和薯条。汉堡、薯条、可乐，全都是俺最爱，太幸福了。熊二、熊大和萝卜头被这香味勾引的不要不要的。今天多亏了你们的帮忙，等后面西瓜好了，我请你们吃西瓜，管够。熊二拿出一个汉堡塞在嘴里，大口吃了起来。熊大和萝卜头也饿了半天，也拿起汉堡吃了起来。随着光头强不再砍树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森林，吉吉心里对光头强的疑虑很重。
于是带着毛毛在光头强家盯着，结果发现光头强真的改邪归正了。不愿接受现实的他，于是便带着毛毛向森林里面去寻找线索。在光头强的催生剂浇灌下，西瓜10几天便长得很大了。西瓜怎么长这么大了？这是我们人类的高科技，能让植物在短时间内长大。3天之后，熊大带着草帽在瓜园里收西瓜，发现熊二正躺在地里，手里抱着个西瓜，大口的啃着。熊大走过去，对着熊二的脑袋就是一拳头。熊二，你又在偷懒了，快点给俺起来干活。知道了，熊大，等俺把这个瓜吃完就工作。熊大，你也吃一点，这瓜可甜可好吃呢，感觉以前的西瓜都白吃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不就是个西瓜吗？难道还能？熊大咬了一口西瓜，一股浓郁的清香味充斥着口鼻，咽下去后嘴里还不停的回甘。怎么样，熊大，是不是很好吃？这真的是西瓜吗？太好吃了！要是以后能一直吃到这种西瓜就好了。好了，快点干活，光头强种的还有很多，以后会经常吃到的。两头熊戴上了草帽，转身又在田地里开始了工作。强哥在小镇卖瓜时，无料碰上刘华强，瓜不熟，差点撒日郎。小镇菜市场，光头强正在街边摆摊。快来瞧，快来看，新鲜、健康、甜美多汁的西瓜去喽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一位大妈被光头强的吆呼声吸引过来。小伙子，你这西瓜怎么卖？8元一斤。什么？这么贵？你是来抢钱的吧？阿姨，我这西瓜可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狗熊林包皮西瓜，它们可是森林里面最肥沃的土地长大的，用的肥都是天然的农家肥，里面硒、维生素等微量元素的含量远高于普通西瓜。真有你吹的那么神？阿姨，你放心，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的。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，我可以叫我的一些亲戚朋友也来凑合一下你的生意。看着眼前的大妈连价都不还一下，光头强发现这位大妈可能并不简单。那我可要谢谢阿姨你了。于是拿起一个西瓜称了一下，8斤多。阿姨，我给你3、8斤，一共64元。你这小伙子挺会做人的。突然，一个骑着电动车的中年男人停在光头强的摊位面前。哥们儿，这瓜多少钱一斤？8元一斤。我靠，这瓜皮子是金子做的，还是这瓜粒子是金子做的？你瞧瞧，现在哪有瓜呀？这都是抢过的瓜。给我挑一个。这个怎么样？这瓜保熟吗？我一个光头能卖你生瓜担子。光头强把西瓜称了一下，刚好7斤，56元。承蒙惠顾。中年男人掏出100元，你帮忙给我的西瓜切一块下来，我想先尝一口。光头强拿出一把刀，切了一块西瓜给他吃。男人赞不绝口。光头强正想将多余的钱找给他，这个男人突然拒绝了，并道明了来意。原来这个男人是刚才那位大妈推荐过来的。就是说，你是来找我合作的？对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光头强看着名片，发现这个男人是方特超市的区域经理，姓黄，名天霸。方特超市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连锁超市，足迹遍布每个小镇，掌握着全国销售的渠道，算是这个国家最强的公司，没有之一。我们方特超市拥有最全面的渠道，在大城市中牢牢占据高端市场。最近我们公司正在寻找一款爆品，而你的瓜完全符合要求。我相信这瓜在大城市里面闯出一片天地，只要我们能够合作，就可以实现双赢。黄老板，我的西瓜的产量可能满足不了你们，所以合作还是算了吧。产量小真是太好了，我们要的就是产量小。物以稀为贵，西瓜越少，卖的就越贵。那你要我怎么帮忙？你种西瓜肯定拥有你自己的技术，如果你能将这个技术推广到很多农作物身上，那么事情将会非常简单。我拿着一小部分蔬菜、水果到大城市里面去，这些品质完美的蔬菜、水果一定会给那些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到那时候我们再透露蔬菜、水果产自狗熊岭这个天然的地方，到时候在狗熊岭建个旅游胜地，让这些富人来消费，这样就能大赚一笔。怎么样，你能接受吗？若是将狗熊岭小镇打造成旅游胜地，来来往往的游客一旦多了起来，一定会产生许多的垃圾，势必会影响狗熊岭的环境。如果你有这个顾虑的话，我们就放弃这旅游胜地的计划，你直接供货给我们，我们拿到城里面去卖，只是运输成本会上涨罢了。光头强看黄老板如此有诚意，于是便答应了与他合作。老弟，你说个价格，我们按照你说的价格来收购。既然瓜果蔬菜是面向富人的，那么价格一定贵到离谱，再加上自己这瓜果蔬菜的口感非常好，一定有很多富豪愿意为他买单。一斤西瓜50元怎么样？一言为定。
黄老板立刻握住光头强的手，咱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黄老板，你从我这儿将西瓜这么贵的收了过去，到了城里，你准备卖多少钱？黄老板伸出了一根手指，100元一斤，是100元一块。这把光头强给吓住了。老弟，你还太年轻，有时间多出去闯闯。去大城市里面闯，还是算了吧，还是更喜欢这宁静的大森林，空气也好，吃点东西也好。是啊，还是在这种乡下待着舒服，每天早上在散步，多是一件美事。放心，黄老板，到时候你来我这里，肯定会拿好吃好喝的招待你。见天色已晚，两人商量明天在狗熊岭小镇这一处仓库接头，想要和强哥合作的好镇长，既然冒着狗熊岭被污染的风险，也要打造旅游胜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光头强叫来了几辆大卡车，将昨天摘下的西瓜全部运到小镇里面去。光头强也跟着大卡车进了车。黄老板早已经在指定地点等待，看着远处来的车辆。老弟，我在这里。光头强从大卡车里面下来。黄老板，早上好。光头强指了指后面几辆大卡车，这里就是我大部分西瓜了，大约有6万斤，你可以检查一下。老弟，你办事我放心，不用检查了。将西瓜打包好，派用冷链运输，迅速运往各个发达城市。对了，快点把我老弟的钱给结了。吩咐完事情后，黄老板拉着光头强往一个山庄走去。黄老板，我们这是去哪里？我带你去见识一个人物，他说要帮你的事业，你想要发展就避不开他。这位算是这里的土皇帝，权势可以说非常高了，一句话就能把你赶出狗熊岭。光头强这才明白，两人很快就进了山庄，在一座小亭子里，一位老人正坐着喝茶。这位是狗熊岭的镇长，郝镇长，深受狗熊岭人民的爱戴，人称史上最好清官。那些只是虚名，你就是黄老板说的光头强吧？果然是一表人才，年纪轻轻就干了一番大事业。多谢郝镇长的夸奖，我这也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你也不用如此生分。我叫你强子，你叫我郝老就好了。郝老，请问你邀请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从小在狗熊岭长大，对这里感情很深，但狗熊岭成长模式太过单一，以前靠砍伐树木获得财政，现在国家禁止乱砍乱伐，保护森林资源，狗熊岭政府一时间没了收入。除此之外，就连方特集团也没想在这里投入过多的东西。狗熊岭这些年日渐衰落，我是看在眼里。黄老板昨天与我提起你的事，对于你们要打造狗熊岭生态文明旅游胜地，我是十分支持的。你的顾虑我也考虑过，但只要有人活动就会产生污染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将污染尽可能降低，这个计划还是可行的。那污染能降低多少？这些就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了。身为镇长，我说行就行，你只需要提供好瓜果蔬菜就行。郝镇长见光头强不开窍，也没闲心谈下去。具体的事情与我儿子对接，他会做好相关事情的安排。光头强眼中闪过一丝冷笑，看来这位镇长即使冒着狗熊岭被污染的风险，也要换取自己儿子的政绩。为了让自己儿子能够在正途上一帆风顺，也是费了不少心思。强子，我记得你是住在狗熊岭里面的，你可没有里面的土地使用权。若是还想待在狗熊岭，就好好跟着我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光头强也只有先答应。郝镇长将他们带到儿子那里，经过一番签订合同后，旅游胜地计划正式排版。光头强提供定量的有机瓜果蔬菜，政府提供土地使用权90年。将这件事敲定后，便匆匆离开。不行，那个黄老板我们搞不定，那个普通人，我们为什么不把地抢过来自己种？这样可以得到不少钱。粗鄙，就惦记着那点蝇头小利，只要你爬得够高，票子自然会追着你来。权就是钱，有权才能有钱，懂了吗？知道了，父亲。老弟，这是赖我，我的分析师已经给了我一个报告，一旦开启旅游胜地，污染指数肯定会飙升。没想到郝镇长总部有人脉，此事看来避免不了了。没事，黄老板，你也不知情，不怪你。那好，老弟，我也不希望因为那个老东西坏了我们俩的关系。刚才西瓜的款已经打到你账户上了，你去银行查一查吧。那老弟，我有事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黄老板，后会有期。光头强与黄老板分开后，去银行查了查账户余额，卡里竟有500多万，直接实现财富自由。光头强离开了小镇，回头望向远处那个山庄。郝镇长，你给我等着，惹我光头强，狗领没商量。丁宿主已正式觉醒天赋，惹我光头强，揍你没商量。光头强，力量10，成人极限10，体质20，成人极限10，速度10，成人极限10，精神力15，一般人极限为10，无极限。
特殊能力：授予精通，聪明绝顶，神之一手，坚毅不倒。惹我光头强，遭你没商量。光头强独有终极天赋，不可复制，不可掉落，强哥形态暂不可用。又给我断根，猜谜语，信不信我把你送到东厂去？咦，信息显示不全，主要是宿主自身未完全达到天赋要求。要求？什么要求？系统又陷入了沉默。光头强摸索半天，发现了端倪。强哥形态要求应该是自信、勇敢和一帅到底的气势，这些之前的光头强都拥有，而现在自己只是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大学生，经历不多，唯唯诺诺惯了，以至于这个天赋直接隐藏了起来。自己真的太软弱了吗？软弱的连天赋都嫌弃我了。这是光头强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失魂落魄，即使身上获得了巨款，也开心不起来。失意的他慢悠悠地回到家中，躺在床上辗转难眠。